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在离荣宫院里，姐姐也经常给我染指甲。是啊，那时我还总说，妹妹的指甲虽然漂亮，却太过毛躁。涂好的指甲过不了几日就会刮花了。可是每一次，姐姐都会帮我重新修整。是啊，我每一次都会责怪你粗心大意，我每一次仍要帮你重新修整。我记得小时候，我曾无数次幻想我们长大以后的生活，或许是在宋国，或许是在狄、荣，却从来没有想过是晋国。也曾猜测过我们未来夫君的样子，英武、俊秀，或者粗鲁野蛮，却从来没有想过是晋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梦不管是好是坏，总有醒来的一日。可是我们却没有了。姐姐，这一次我们苦心做局，却还是让重耳重新建立起了新军。我们费尽心思，耗费的晋国军力又复苏了。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么如意下去吗？那些屠兵若没有战车和兵器，人再多都是无用的。你确定？7、8成的把握还是有的。哎呀，太好了！如果真能开采出新矿，不仅战车兵刃可以得到，我晋国的国力也将大增。重耳，你尽管放手去做，寡人支持你。好。骊姬夫人到。啊，君父，若君父同意，初儿即刻启程，先行告退。去吧。夫人。公子。骊姬夫人来了。这是听闻新君欲添置战车兵刃，却资费不足，李恒与妹妹凑了一些。这些珍宝已尽微薄之力。难得你和少姬能有这个心思。骊姬啊，你真是越来越娴熟了。不过你这份心意啊，寡人心领了。现在用不着了。难道国库突然充裕了吗？现在还没有，不过快了。重耳发现了一个新矿址，是铜矿。要是能开采出来，不仅能解决军费，连国库都会十分的充盈。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我刚才看公子匆匆离去，难道是为了找矿去了？正是啊，事关紧急，刻不容缓。他已经带着属下即刻启程了。有什么不妥吗？不知道是否是离衡多虑。这个铜矿之事非同一般，若被别国知晓，必将引发一场混战。重耳公子只带着区区陪臣前去，恐怕
不太稳妥吧？你说的对，那就派李克暗中保护他。国君英明。晴儿，累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下？花儿，你看，你们快看，就是这种花，艳丽夺目，异香扑鼻。它就是指引我们找到同学的香绒草。哎，子推，公子，你看，那要这么说的话，同学的位置应该是在就在那儿。他们在干什么呀？这个同学是我宋国先发现的，理当是我宋国的资产。你们这些楚人，个个都是强盗，还不速速退下！此为硬土，早就被我楚国占领。同学就是我们的，你们这些宋国贼人，竟敢暗中偷盗，好不廉耻！难怪人家都说你楚国是蛮邦，还真是不要脸。你也说了，此地为应国的故土，原本就是你楚国非义而战，逼死了应侯，硬抢过去的，还当天下人都是傻子。今天我就告诉你，这个同学，我宋国必须要战。少说废话，那就开打吧，谁抢去就是谁的。好。哎，不好！等等等等！等等！哎，公子，子推，这么鲁莽，来者何人？为何阻拦？在下是晋国公子重耳。你就是这样替寡人分忧的吗？再任由你胡闹下去，我晋国的江山都将由你让给他人了。君父，我不想听你解释。朝中多位大臣联名上书参你，在开采新同学时出卖晋国利益。原本我们可以独占，你却一分为三，拱手让给宋楚两国。重耳，你不需辩解，你只需告诉寡人，此事是否是真的？是真的。孽子！前些日你治军有功，
寡人对你稍作何言，你就如此胆大妄为，做出此等叛国之事？请君父容重耳禀报。重耳在到达新矿之时，已经有宋楚两国的军队先行到达，而且为了此事还刀戈相见。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耳若主张晋国独占此山，必将会引起三国之乱。所以无奈之下，重耳只能勉强斡旋，说服宋楚两国与我晋国合力经营此矿。眼下，这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那些矿穴原本是你从上古遗书上查询而来，那宋楚两国又如何提前得知？重耳对此也颇为疑惑。后来，重耳问了宋楚两国的带队将领，向他们核查，原来我晋国朝内有重臣里通外国，将讯息卖于他们。这是相关的证词，请君父明鉴。重耳公子巧言善辩，可是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把国产私分给他国。宋国也就罢了，像那楚国图谋中原，虎视眈眈，如果再得此同学，无异于如虎添翼。到时候晋楚开战，我等倒要自食恶果了。来人！臣在。兵围李克府。啊，国君，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刚才还是李克参重耳卖国，这怎么一转眼就搜起李克府了？看来这内有玄机啊！李克一身清白，不怕别人诬陷。这么多生年合成是啊！禀告国君，这些都是从李克府中管家寝室中搜出来的，皆是楚国金饼。其人就在殿外，已当场认罪，的确是他向楚宋两国出卖晋国消息，从中取利。重耳上奏巡矿一事，寡人曾对你说过，国君，臣只是按国君之命，派兵暗中保护公子，绝对没有做出有损晋国之事啊！李克府管家说，他正是从李克的调兵函件中得知此事，但是否为李克故意泄露，就不得而知。唉，怎会急转至此啊？如今可是人证物证俱在呀！国君，此事定是下人所为，李克并不知情。单凭管家之言定李克的罪，未免太草率了。天无私则地无亏，为上者若修身正德，一个下人岂敢这么放肆？一个管家就和外敌相通，李克，你是难逃其咎。国君，李克一生忠君爱国，绝无叛国之境。重耳小儿，你竟敢诬我！也罢，李克只有一死以证清白。李克大人，你不必寻死，此事你又无参与，君父定会明断。也罢，我不跟你说。国君，即便是管家一人所为，也是李克治家无方，罪责难逃，请国君赐臣一死。臣绝无怨言。寡人此事定会查清楚，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散朝吧。
恭送国君。真没想到，是这种事情没能料到。哎，这话这个人机力量。大人小心。哼，李克自会小心，公子也多留神吧。非要闹到如此地步吗？若非重儿早做打算，恐怕今日在殿上被问罪的就是我了。重儿绝不会害人，但也绝不会束手就擒。再怎么说，我也不相信李克能犯通敌的大罪。要说他不帮你，我信；要说他陷害你，我倒不信。他这个人素来谨慎，事事求全，不会妄动。虽然平日里有些好利，但是大是大非他还是分得清的。当年君夫人百般拉拢，委以重任，他虽然曲意奉迎，但是最终也没做什么恶事啊。外公，请你放心，重儿自有办法化解此事。难道你是？有些人生性难驯，对付这种人，你与他相处就不能示弱，必须要先把他打趴下，然后再扶起来。重儿，你成长了。外公，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重儿不再是那个受人欺负、任人宰割的质子了。庶子灾星，奸诈之徒，卑鄙小人！唉，你都骂了半天了，来，坐下，喝口水，歇歇再骂。这口气不出，我立刻誓不为人。大人，重耳公子在外求见。他来干什么？去跟他说，不见。哎，等等，你还是见见为好。若此时你拒绝了他，会落下话柄，会让他显得坦坦荡荡，而你呢，不够大度。说的倒也是。那就让他进来吧。不知道重耳公子到我府上有何要事啊？大司马还在为今日朝堂之事生闷气吗？怎么？不行吗？我无辜被冤，还不能生气吗？冤？您觉得冤吗？那天下人会觉得您冤吗？你很得意是不是？居然跑到我的府上来羞辱我！我有什么可得意的？此情此景，我难道经历的还少吗？若论冤枉，我的次数比你多多了。看看，这是什么？你的管家背着你暗地里偷卖晋国的机密，而且还不止一个买家，获利颇丰。我本早已查明，但却隐忍不发。若不是大人今日发难于我，我也断不会在朝堂上提及此事。除了这些，还有上次的激温、征兵逼死人的那些事，还有国之战我军的部署，你自己看吧。今日殿上，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罪状上交给国君呢？其实重儿查证这些，并不是为了扳倒你，我只是想提醒你，要善于识人。平日里看似对你忠心耿耿的人，
其实一直在做伤害你的事，而那些平日里与你针锋相对的人，反而对你秉持公义。你对朝廷有功，也算是忠君。如果以后不再处处针对重耳，我自然会尊重你。好了，你慢慢看吧。重耳告辞。哎呀，我这个二哥呀，育人的功夫都快赶上育马了。哼，怎么着？我看你这个意思是要被他驯服了？就凭他，还太嫩了点儿。哼，先当着众人把我踩在脚下，再来示好，想施恩于我，他妄想。哼，哎，不过今日的事情，他倒给我提了个醒。这些日子，我总觉得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原来是有只黑手在暗中借我的名义搅事儿。今日我才算真正的弄清楚，原来是他。原来这些事情都是他整出来的。是他指使你的管家做的那些事，让你和重耳相争，然后为那2个女人谋利。正是。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我派人除掉他？不，我要与他为谋。这李克还真没用，闹到这个地步就只会拔刀自裁，他应该一刀砍了重耳才好啊！是你没用，光知道挑唆。楚宋2国相争有什么用？重耳3言2语就改为3家合作了。我原本要的是楚宋联手伐晋。重耳向来有应变机制，你也知道。原本我已经放出消息让李克参奏他了，没想到还是被他破了局。晋侯到现在还是想保重耳，看来我们只有添把柴火了。李克怎么没来啊？禀报国君，今臣送来驾书，说是病了。李克是被气病的，恐怕以后都不会来上朝了。禀报国君，重耳公子自是身份尊贵且功高玉厚，所以目中无人，竟然使奸计逼退老臣，实在是越礼背义呀！臣请国君，若非重耳退政，否则微臣也无颜立足朝中。老臣附议。臣等附议。诸位臣卿，你们这是做什么？李克生病，错不在重耳，重耳治军有道，又为我们晋国开发了新的同学，于国有功啊！太子原本最是贤良明理的，可如今却被重耳蛊惑，是非不分，居然尊卑不顾，长幼颠倒，事事听命于重耳，这也太不像话了。是啊，照此以往，就算太子继承了君位，那真正执掌晋国的，还不是重耳公子？
重耳凶也残忍。臣听闻昨日他当庭羞辱李克还嫌不够，竟然还追其家中羞辱，这才逼得李克不敢上朝。他这不是要逼死我们这些老臣吗？国君明断，重耳必须退政。都说完了，我告诉你们，不管此事对错与否，寡人是不会受任何人要挟的。无论是公族亲贵，还是功臣老妇，任何人别想要挟寡人。你们谁还要称病的，现在都可以退朝。臣等告退。君父，重耳，你不要灰心，你没有错，大哥会支持你的。谢谢大哥。是，我也支持你。可是咱们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什么也干不成了。重耳公子，夫人，重耳公子一心为了晋国好，可那班臣子为了私利与你作对，单是他们也就罢了，偏你那位君父虽用你所长，但是却不能护你周全，没有风波便弃你于不顾。这样的君父，这样的臣子，难道你还要容忍下去吗？君夫人，你是何意啊？重耳，是时候反抗了。反抗？如何反抗？改朝换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唯有这样，你才能如愿，革旧布新，富国安民。这不是你的抱负吗？想一想当年我们在新田时，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果敢坚决。如今年纪渐长，反倒越来越懦弱了。这不是懦弱，而是成熟。想，尽可以任性，但是做，却不能够妄为。李恒，我一直以为你的心结打开了，我替你高兴。看来，终究还是重耳错了。李恒，我劝你不要再作孽，不然会害人害己。重耳，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我之间到底谁错谁对。明明帮着晋国做了那么多好事，半分奖励没有，还落得一身的不是。依我看，你干脆就别干了。好啊，那我就不干了，明日我就向君父辞政。真的？真的。其实呢，我原本就不喜欢朝堂政事，
可是前一段国国大战，晋国实力大损，诸事待清，君父的重托我不能推。但是眼下局势已经平稳，颓气也清除了，是时候可以离开了。那这样就太好了。哎，你想好到底去哪儿了吗？我看不如你就跟我一道回齐国。你的才干原本我君父就十分的欣赏，你若是跟我回齐国，你的抱负一定能实现。郝建儿，其实呢，我一直想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齐国强大，甚至很贫瘠，但是我很想去。你能应我吗？你就不应该有这种质疑。我早就说过了，你在哪里，我便在哪里。你若是钟情庙堂，我便陪你君临天下；你若是醉心江湖，我便陪你一起策马苍穹。贫瘠怕什么？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到哪里都是乐土。你是说你要自请外放？外公，重儿要向君父请旨，去蒲地建城。蒲地？那等偏僻贫困之地，你去那里做什么？你可千万不要灰心，国君现在尚未表明态度，你不是非走不可呀。二位舅父怎知重儿去蒲地建城就是无奈之举呢？蒲地身处我晋国南境，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其扼守黄河，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儿到此地就是要建城、安民、兴商、复耕，但这一切并不是避世退政的无奈之举，而是要有所大作为。重儿，你这么做，多少出于本意，又有多少无奈？说到底，你是不想让国君为难吧？外公，您说的是，重儿的确是不想让君父为难，我也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些臣子要挟君父的借口。这次参政以来，我做了不少事，也有一些不当之举，是我把政治想简单了，也应该接受这样的教训。听你这句话，外公这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你虽然天资过人，巧谋善断，但我常担心你会因此自喜，听不进旁人的意见呐。现在好了，你不但能成事，也能接受失败，还时时能够自省，这很好啊。希望蒲地是你大展拳脚的地方啊。重耳公子自请退政，还要去蒲地？那蒲地偏僻穷困，他去那里如同流放，重耳这是何意？寡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到底是个善良的孩子。原以为他一身反骨，倔强难驯，虽智勇双全，但性子太浮，不好重用。没想到今天，竟真能沉下心来为寡人分忧啊！那国君允奏吗？眼下的情势，自当要允，但是就是太委屈他了。毕竟从东山到虢国，从扩军到掘矿，他对晋国有大功啊。如果这样，倒不如把太子和夷吾也各自外放，这样倒不显得重耳孤单，像独自领罪一般。可以跟外界说是国君要历练他们，岂不是更好？三子都外放。若为寻常之家，为父者定当留子相倚。但身为国君，若能表明有弃子重臣之意，那些臣僚定当更加拥护国君。
吁！大哥，三弟，我们就此别过吧。好。真是不知道君父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把我们赶到外地去。这曲沃位于我国的发祥之地，让太子守住曲沃，就是要守住江山社稷之意。而你我要去曲地、蒲地，这两地又位于我国的东北和西南之地，皆与外强对峙，皆此地互成为犄角之势。如果在此地建成，那真的是为国为民都极有远见的大举。所以，君父交给你我的是守土安民的大任。哼，你确定是大任，而不是外放吗？是啊，我认为君父变了，变得睿智高远。我们3个兄弟一定会不负君父的重托，在封地大展作为。行啦，我说你们3兄弟就别再啰嗦了。依我看啊，就一句话，大家各凭本事比一比，看这2年之后谁的地方更兴旺。好，那我们3兄弟就比一比。好。看看谁的城坚，谁的民富。告辞二弟，告辞三弟，告辞，告辞。驾，驾，驾，驾。这是从齐国传来的小孩子的玩意儿，姐姐何时喜欢上了？此物甚好，正是应了我此时的心境。忽上忽下，起伏莫定，时而上天，时而落地，起伏间，心绪难平。姐姐这是在追忆，还是在感慨？我也分不清。他们都走了，走了好，可以歇歇神了。那些朝臣们真是可恶，原本是他们逼走公子的，现在重耳退政，反而编排起我们来了，说3位公子被外放，是我们向国君怂恿的结果。在那些自负仁义礼信的朝臣眼中，国君是不会有错的。错的总是女人，可我想这些女人和你我一样，都是情非得已。是啊，总归是女人白担了这些罪名。可是，只要能完成复仇大业，我不怕被世人唾骂。傻心儿，若无苦心筹谋，恐怕我们姐妹连承担这骂名的机会都没有。姐姐此话何意？你以为逼走3公子，晋国的事情就由你我说了算？晋侯就会立奚齐为太子吗？晋侯所作所为，全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是天底下最自私的人。你是说3位公子被外放，并非他情非得已，而是他为了自保？先前国国之战，晋国几乎全军覆灭。虽然靠着重耳的巧谋，申生的驰援才扳回局面，但实际上已颜面大失。而这次重整两军，招兵买马，置办兵刃战车，这些又是靠了重耳才办成。虽然我暗中设局让重耳与朝臣不和，但是不管怎么样，重耳的才干和功勋是任何人都无法磨灭的。
若是晋侯继续将三子留在身边，必是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将三子外放，本是他转移视线之举。不仅如此，还可静观其变，看看他的朝臣，还有你我，到底有没有异动，是不是真心待他？老家伙，果然阴狠。那我们该怎么办？他想跟我们从长计议，难道我还怕了他？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熬得过谁。这蒲城还真不错，没想到重耳治理的很有一套嘛。公主，这里人迹混杂，我们还是赶紧去城中亮明身份，直接去找重耳公子吧。直接找上门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要制造偶遇，这样才能膨胀出机器，懂吗？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回去我就种上试试。喝水，喝水。要我说呀，多亏了齐襄公主，不仅从齐国带来了上好的种子，还带了匠人、铁器、农具，帮咱们管理田地。现在打的粮食啊更多了。是啊，这齐襄公主不仅美若天仙，而且还温柔贤惠，体贴我们这些老百姓。有了她的帮衬啊，咱们蒲城才会变得如此的昌盛啊！是啊，说实话，大家伙都盼着重耳公子赶紧将齐襄公主娶过门啊！我看呐，齐襄公主也着着急呢。公子倒是不急，天天就忙着修城筑堤。你怎么知道公子不急呢？那日啊，我在堤坝上见过公子呀，对公主那叫一个，哎呀，手都牵上了，抱了一下呢。来，什么美若天仙，那下巴长得难看的要死。还有你重耳，自打你出事了之后，我天天派人找你，对你茶饭不思。一打听到你的消息，我就立马跑过来了。想不到你还带着齐家在这打情骂俏。啊，公主，既然如此，我们还制造偶遇吗？还偶遇个屁啊！哎，公主，我们千里迢迢赶过来，连面都没见就走了吗？哼，重耳，我不去找你，但我会让你乖乖来找我。哟，这位客官，您需要点什么？随便看看。这蓝布色泽均匀，倒是比别处的光鲜亮丽。我要采办一些。哎呀，客官，您可真是好眼光啊！这块蓝布是城中官办染坊，色泽均匀持久，可绝对是1等1的上品呐。上品？你为了揽客，信口便来吹嘘，官办？就你这小门小户，还官办？你初到蒲城，有所不知啊。自从重耳公子来到蒲城，就把城中零散的匠人们都收归官家。这样一来，集中起来干活，不仅提高了产量，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越来越精致。我们这些店家虽然现在还是各自立事迎客，可这些东西都是官方所办，所以品质上是绝对可靠的。何以为凭？您看看这个。晋国商贾，诚信天下。这可是重耳公子亲笔书写的诚信榜，有此为凭，您总该相信了吧？那好吧，我这次采集的数量大，总价高，万不能有一丝闪失，除非是官办，不然我还真不敢与你们交易。客官尽管放心。哎呀，居然
这么多呀？这要订多少部啊？我出得起这个价吗？就是要你们保证质量。这是数量和工期，你若敢应，就与我立约书契。好，我看看。好，我签。好了。怎么样？现在治理的好了吧？嗯。哎，快看，大雁！人人都说鸿雁传奇，虫儿，我想嫁给你，你到底知不知道？难道要我托大雁带信给你吗？江儿，江儿，你在想什么呢？当日我随你来到此地，你说此地地荒人贫，你要让百姓吃饱穿暖，五谷丰登。后来我又带着齐国的良种和铁农具，帮助那些贫困的人开荒种地，让他们吃饱穿暖。你又说要修建城墙，如今这城墙修好了，你又说要修建河坝堤道，就连河坝堤道都修好了，你还要做什么？哦，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提醒我了。我真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比如说，我要修一座设施完善的驿馆，这样好供往来的商贾居住。我还要重整市面，然后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汇聚到蒲城来。哎，江儿，其实我知道该做什么。我要先带你回敌国看一看，然后再请君父派使者去齐国求亲。当真？当真。我若再不娶你的话，恐怕蒲城的百姓都不会答应了。哦，原来是为了蒲城的百姓才娶我了。江儿，你听好了，我要娶你，是因为你是重儿今生今世最爱的女子。这一点连蒲城的百姓都看出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呢？我哪有在担心啊？好了，江儿，我重儿今生今世还有来生来世都许给你了，跑不了的。我才不稀罕呢。哦，原来你不稀罕呢。那好吧，那我去找稀罕我的人去。啊，还想跑？你还是等下辈子吧。你放心，好静儿，就算是下辈子，我也许给你。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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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公子，出什么事了？街上出事了，有人把布店给砸了。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听说是秦国人跟咱订了布，咱没按时交，说咱们不守信用是怎么着的？现在不但把店砸了，还扬言要烧了染坊。快带我去看看。哎，静儿，我先去了。哎，等等我！别砸了，别出去！哎呦，我求死你了，求求你们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你们别砸了，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别砸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发生什么事？公子，公子救我呀！是谁在这里闹事？是秦国客商。是我。尹月，
别打了，别出去！这不求死你了！求求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别打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发生什么事？公子救我呀！是谁在这里闹事？是秦国客商。是我。迎月。好啊，原来是你在这捣乱。是啊，你问问他，此事赖谁？你莫怕，有公子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你只管实话实说。这事儿也确实是见了鬼了。自从公子把齐国的染色工艺传授给咱们染坊，咱们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好多国家都在订货，这位秦国客人也是看上了咱们的蓝布，出了一大笔钱订了一大批货。可谁知道今日染坊坊主告诉我，这批货无论如何都交不了了。哎呀，这可事关重大呀！我一刻都不敢耽搁，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这位客官。可这客官一听，立时就发火了。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是订量太多，一时货咱们做不出来，耽误了工期吗？这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说染坊坊主为这事儿都急病了。哼，不过晚了几天时间，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你砸店伤人吗？齐国公主此话说的好没道理啊！天下商贾买东卖西，交易取利，靠的就是诚信二字。我付了金子，你们就得如期保质交货，否则就是不讲信用，就是欺诈。听闻胡城上下皆奉公子为主，那就请公子给我做主吧。你被猪油蒙了头吗？这种条件你也敢答应？逾期未交，赔10倍款不说，还要让公子去秦国赔罪，还要让满蒲城的商铺和染坊都关张，你是疯了吗？这小人实在是冤枉啊！这逾期赔款，小人是签了，可那是因为小人对咱们染坊有信心，可谁知道会交不了货呢？要是知道还要让公子到秦国去请罪，关掉蒲城所有的商铺和染坊，这样的条件，小人怎么也不会答应啊！你们好狡诈呀！敢做不敢当，这契约书上明明就有你的签名，你还想抵赖？你仔细看看，这可是你的签名。这签名的确是小人签的，可这后面2条，小人确实不记得了。不记得，是不敢记得了吧？哼，你们晋人可真没品格，还说什么诚信天下。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你要干嘛？说，你在这上面干了什么？那你求我呀，你求我我就告诉你。你妄想！哼，你就知道凶我！你相不相信我将此事闹大？我要闹到周天子的王殿上，我让他给我评理。你妄想，不就是赔钱吗？10倍就10倍，难道我赔不起吗？好呀，那你先赔钱，然后再把他赔给我。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行，明月，你先别得意，书签上的日期还没有到，是否违约，咱们到时候看。好呀。大家给我听好了，若你们公子食言，
他就要跟我回秦国去。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哪里都没有兰草了。要是没有兰草，我们怎么能制出染液呀？好了，先别着急，着急会对你的病情加重的。外面的事情，重耳自行去处理。是我拖累公子了。公子，公子，刚才我们都看过了，染池里的染料全都腐败了，的确用不了了。公子，我也派人四处诚意打听了一番，说起来还真是奇怪了，最近各地的商户都没有兰草的存货了。这下可糟了呀！公子，其实有一番话我一直想要劝你。常言说，君子当远离商贾，商贾重利轻义，向来是非多。可这次的事情的确棘手，实在不行，我去找银月谈谈。你想，他买这些布帛是做什么用的？不就是想来找我们麻烦，跟我们对着干吗？倩儿，你还真是提醒我了。什么？公子，最近染房可有陌生人来过？没有啊。哦，前天晚上院子里的狗叫得特别厉害，房上的瓦还掉了2块，我们都还以为是闹了贼，可大家的钱财都没有少什么，所以就没有记在心上。难道是？公子，公子，快看，我发现一根好的染液。哎，出蓝了，好鲜亮的蓝色。没错，这味道闻起来也没错。那就奇怪了，为什么这缸染液是好的，别的缸里全是坏的呀？可是只有这一缸染液也不够啊。是啊，我怎么闻着有点酒糟的味道？哦，公子，我想起来了，当日器皿不够，这个是跟隔壁酒坊借用的。除非……快去酒坊借些酒糟来，快去，越快越好。喂。重耳公子到，定是来求我的，快进来吧。银月公主，重耳按契约送布上门，请公主宴起。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区区几日，你绝无可能发出新的染液，更何况染坊里的兰草都几乎坏掉了，这绝不可能。腐坏了。明月，看来真的是你派人在染坊暗中做了手脚。不是我。那你为何知道染坊的兰草全都腐坏了？我猜的。猜的。明月，我知道你对重耳有怨，想寻机报复，可是你不能拿商贾的生计开玩笑。真不是我做的。那是谁做的？明月，我真想好好教训教训你。你要干嘛？拿着你这些蓝布，赶紧回秦国去。重耳恕不愿送。此次不仅化险为夷，还改进了电染的工艺。这改进工艺之后，蓝出的更正了，而且颜色还鲜亮了许多，质感手感都有提升，太厉害了。这以往房间呢，
都是用鲜液制染，这稍加不慎就会变成泥状，便废弃使用了。所以这制染液呢，受天气以及时间的影响，生意时好时坏，这染人的生意也是难以为继。正是这次的意外事件，却让我发现了这酒糟发酵可以随时将沉淀的蓝泥再还原成原来的颜色。所以以后啊，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收割了的蓝叶先把它制成泥状的蓝靛，待到使用时，我们再把它发酵。这样一来，这一年四季啊都可以随时染色，这也方便多了，安全多了。可偏有人不知深浅，还暗中加害你，这下可好了，自食其果了吧？我猜现在银月在家不定有多懊恼呢。他年纪小，不懂事，我希望这次教训能够让他有所收敛。国君，这些也都是贺表。不看，都拿下去。喂，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国君呐，咱太子喜获嫡子，群臣上表祝贺，这也是常态呀。他们哪里是上什么贺表，分明是催着寡人赶紧传位给太子，皆是正口一词，说什么太子有了嫡子，不宜久居曲卧，应该回朝理政。禀报国君，侍卫几位大人在外候见。看，来了。宣，喂。真热闹！来了，虫儿公子来了，虫儿公子，来，好，好，大家安静。各位蒲城的父老乡亲，先前我蒲城店铺与秦国客商的纷争，想必大家都已经知晓了。现在已经圆满解决了，我们染坊如期交货，我们并没有失信于人呐。当日我在店中所立的诚信榜，被秦国客商给毁去了。今日我又重新做了一块板子，就是要时刻提醒大家，为商贾者，为国兴业，更肩负着传承国风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将诚信牢记于心呐。这个是公子赐给你的。这是干什么用的？打开看看。大家请看，以往我们以简牍作为利器，都是交由买方来保管。今后为防止有误，我希望所有的商贾在订书上可以将内容一式两份写在同一个简书上，然后再盖上这个信字，再把它剖开，买卖双方各执一半。当两份合在一起的时候，信字左右相合，便是真契。如此一来，便可杜绝有人弄虚作假。如此买卖双方皆可保全，称得上万无一失啊！是。臣等参见国君。言礼，太子有了嫡子，于国于家都是一件喜事。群臣们上贺表，理属应当，但需适可而止。
如今朝堂上对寡人让太子久居曲沃议论纷纷，对寡人100年之后江山归属也指手画脚，非议颇多。召你们来，就是让你们议一议，此事如何平息啊？看，你们就是这样，不让你们说，你们个个跳出来指手画脚；让你们说了，又都缄默不语。既然国君让臣开口，那微臣就妄言了。你说。国君日理万机，为国辛劳，太子年齿渐长，又有嫡子，的确已委以大任，立于朝堂，参政议政，已多加历练。现其久居曲沃，实为不妥，亦让人猜度我国君对太子不满，对储君之位尚有犹疑。你说的对，但寡人并非有意苛待神圣。当日立他为太子，为情势所迫，也的确有几分被动。莫非国君有易主之意？国君，太子之位实属国本，太子一向仁厚仁义，行事没有半分不妥。倘若无故被废，定会引来轩然大波呀！以往商贾在天下人眼中都是不入流的行当，就是因为有些人钻营小利，背信弃义。若日后所有商贾都能够诚信为先，繁荣百业，乐善好施，必能令天下改观呐！好，好，好，托尔公主说得好，托尔公主说得好。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谢谢我。如果不是我，你怎么能想到改良蓝靛印染法？你怎么能想到规范商贾书契？你能有今天，是我成就了你。你怎么这么不害臊啊？他就是那个秦国客商，秦国人太坏了，咱们以后不跟他们做生意了，不跟他们做生意了。大家别冲动，不要这样，别冲动，不要冲动啊！大家别冲动，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冲动。同样一棵果树上，果子还有大小不同的，更何况一国之民呢？我们千万不要因此事对秦人有所偏见。秦国国君仁善大度，秦人更是豪爽热情。身为商贾，打开门做生意，不能拒绝客人。这位秦国客商远道而来，并非是故意刁难我们，他也想借此考验我们商贾的实力。接下来，他可能还会跟我们有更大的合作，是不是啊，明月公主？是秦国公主，秦国公主来我们这儿买布了。是啊，你们不成商业兴旺，我是特地过来考察的。我这次还要买布，除了布，我还要买漆器、陶器，还有厨具。哎，公主，去我家看看吧，我家的器具特别好，远销齐国呀。公主，我们家种的白菜特别大，特别好。公主，去我们家看看吧，我们家的农具特别实用啊。公主，哎，先放开我！哎，去我们家吧。李克，你入的殿来，一言未发。说说你的想法。国君，臣之所以不开口，是因为臣知道国君行事素来有据。既然国君想换太子，定有国君的道理。满朝文武，知寡人心意者，唯
李克也。不错，申生厚德仁义，知书达理，对寡人也极尽忠孝，就是性情太过仁慈，偏安一隅，或许能得正果。但当今之事乃大征之年，我晋国于近年崛起，也成为众矢之的。北面的狄戎、燕国，南面的楚国，东西列强齐、秦，还有宋、郑等国，个个虎视眈眈，稍有不测，别说扩土强国，就连现有的江山也保不住。所以，将晋国交给他，寡人实在不能放心。国君，太子仁厚，国君担忧不无道理。只是，倘若太子不能所以，那么国君心中可有人选？大征之年，也唯有夷吾方才合适啊！不可不可！国君呐，夷吾公子虽然勇猛善武，但他的确非明君人选。他对文臣轻贱严苛，根本不懂知人善用，礼贤下士，对民生和经济也是一窍不通。他在，或许国土可保，但内政必乱，也难当守国传承之大任呐。侍卫所言就是百官之心声啊，还望国君不要草率定夺。其实，若是国君属意夷吾公子，也无不可。到时，我们可以为其择选饱学之士，为太傅好好引导即可。有什么样的饱学之士，能为他所用？满朝的文臣贤士被他所辱的事情历历在目，谁愿意去辅佐他？况且，就算有人愿意去辅佐，就以他那个性子，他能听得进去吗？好了，都别吵了。寡人的话还未说完。寡人是说，夷吾适合大征之年为国守土，但作为储君，也是不妥。国君呐，其实，在诸长公子中，以重耳公子文武双全，既得国内诸臣尊重，又与列国广交贤士，与诸侯的关系也十分和睦。外善横纵之术，内通治国安宁之策，堪当重用啊！糊涂，你说呢？臣在此事上是举贤不避亲。臣以为，在众公子之中，唯有重耳胜重用，但可否有机会，还要看国君的心意。你说的不错，重耳的确可堪大用，但重耳亦正亦邪，行事不按常理，却总以那帮老臣为对，也不稳妥。寡人思来想去，倒觉得此事不必一时之急。西岐卓子已近10岁，虽然年幼，十分机灵，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到时优中选优，方为慎重。请国君饶命！求国君饶命！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国君，若是从西岐和卓子2位公子选择储君，日后李氏姐妹母凭子贵，必然
与我等清算灭国之仇。若是国君执意如此，臣请国君立子杀母。立子杀母！你说什么？居然要杀了我和姐姐？这也不是我说的呀，对吧？那些大臣们说的，他们还说了，西岐和卓子有黎戎血脉，若他们二位当了储君、承继君位，这晋国江山以后必定变色，除非国君杀了你们二位，再派贤士好好调教小公子，否则绝不可行啊！可恶，居然想立子杀母，想得美！杀了我们，那2个孩子还不任由他们左右？他们想立子杀母，我们不会先下手为强吗？夫人说的没错。姐姐的意思是，按礼制，太子得了嫡子，应当祭祀先祖，特别是他那位母亲，这几日是他的忌辰吧，所以我们应该用点心。听凭夫人差遣。国君，怎么是你啊？以往寡人练剑都是少基服侍，少基呢？少基夫人她来不了了。为何？她不让小的说。混账！寡人让你说，赶紧说。夫人在准备祭祀的事情。祭祀？不是刚祭祀过吗？怎么又……这次不是祭祀夫人的先祖，而是齐姬夫人。你说他要祭祀齐姬？啊，他和齐姬素未谋面，有无交情？为什么？夫人说，太子有了嫡子，宗室兴隆，反而没有人祭祀齐姬，这样让臣下说起来，倒显得骊姬夫人主持后宫有所疏漏，所以提前准备。少基识大体，知进退，知道替姐姐分忧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寡人疏忽了，的确应该致祭。这样，你速召太仆和朝中大臣，共议祭祀仪式。国君，其实此事不宜大张旗鼓，太子就守着曲沃，守着祠堂。再过几日就是齐姬的忌辰了，我看不如让太子主祭，国君就不必亲自前往了。你说的也是。这样，让荀息侍卫杜元款协助太子共办大祭。你和顺庸在宫中帮衬着，顺顺当当把这事办了。小的遵旨。来，这样。我看。我都说过了，不让你动手，你偏不听。看，弄破了吧？幸好口才不深，以后一定要注意啊。我看别人发现自己心爱的人受伤以后，都是直接上嘴嘬的，怎么你就只会上药粉啊？那是因为他们身边没有药，所以才用嘴嘬的。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我宁可你身边没有药粉。来，把手给我。这样可以了吧？不过这可都怪你啊！谁让你偏偏想出这陈信章的法子？这下可好，这城里头的人个个都来找你刻章，咱们啊，要什么时候才能刻完啊？你说的也对，这一个人刻呢，确实有点慢。不过等子瑜兄他们回来啊，我们一起刻，这样就快了。这个子瑜啊，一说到干活，人影都没了。可不是嘛，关键时刻就找不着人了。哈哈，你们是不是又在说我的坏话呀？对呀，我这耳朵都痒死了。哼，你回来的正好，赶紧干活，千万不要逃避劳动。我这从早上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刚刚和那些官大夫把这一年的账捋了一遍，杂七杂八、七七八八的账目一大堆。结果呢，以为要喘口气了，信报又来了。哦，那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好事情，说太子啊喜得嫡子，奉国君之命要去曲沃祭祖，这真是举国同庆啊！哎呀，那这可是好事啊，我得恭喜大哥呀！公子，你要不要修个书什么的，写个贺信啊？是啊，我现在就赶紧写。哎，等等，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直接去曲沃看表哥和他儿子，然后再从曲沃去敌国。好主意，这正好可以甩开那个秦国公主。说到这个秦国公主啊，问题很严重啊，好话说了，坏话讲了，油盐不进，她就是不走啊。如果公子去曲沃的话，他在那待着也没意思，就该转回秦国了。你说的也对，这样最好了。子瑜、子推，你们两个留守，一定要给我把他拖住了。这个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今太子申生，诞下嫡子，我晋国后继有人，望先祖保佑小儿平安长大，光宗耀祖。